大家好，欢迎观看读书片刻。女儿3个月了，她的脸逐渐长开了。我妈总说和我小时候很像，很乖，晚上只会起夜喂1次奶。但老公陈子期说太影响她的睡眠了。我在主卧，婆婆晚上带着女儿来吃奶，她以不想打扰我和女儿的亲密时光为由，自愿去课卧睡觉。刚喂完奶，婆婆小心翼翼地将女儿抱走，并让我快睡觉。看着婆婆的背影，我突然觉得现在的我很幸福。老公理解我，很爱女儿，婆婆也没有因为是女孩而怠慢，不仅将我照顾得很好，更是将女儿视为掌上明珠。一时间也没有了睡意，拿着手机翻了翻微博。突然看到一条离我小于100米的微博用户，他的头像是空白的，发布内容极其让人不适。和秘书睡后，看着老婆更恶心了，生完孩子又老又丑。我皱眉，我也是刚刚生产的母亲，我知道这样的话让那个妈妈看到肯定很难过。点开这个人主页，发现他的微博里全部是吐槽自己老婆的。死肥婆还想和我睡在一起，现在我听到他叫我老公，我都会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太恶心了，兄弟们！他今天在我面前哭了，他泪水流在他的大脸上，我只觉得恶心。婚姻算个屁呀！我现在真想离婚，要不是不想我女儿生活在单亲家庭里，我早就离婚了。兄弟们谁懂啊？我现在宁愿用手，也不碰它，又松又垮的。点开评论区，基本上都是女孩子骂他是渣男，让他放过女人。有些男人附和他，也有些男人说他的行为不对。有一个评论说：“你不怕你老婆看到和你离婚吗？”他回复道：“他现在这个样子，那么久没有上班了，除了我还有谁会要他？不是我离不开他，是他离不开我。”作为一个母亲，也作为一个女人，看着这样的男人，我觉得很愤怒。看着他和我的距离较近，我决定翻看是不是我认识的人。我不停地下滑，直到看到他8月27日这天发的图片。图片是男人的大手握住小手，配文：“我闺女真好看。”下一条就是：“女人怎么能流这么多恶心的液体呀？我真的要吐了。”我的手停顿在这里，手不停地颤抖，因为我看到了男人的手，和我老公的一模一样。我和他在一起10年了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就是陈子期的手。我将手机关闭，深呼吸，忍住了自己快要掉出来的眼泪。再次打开了手机，我将他的每一条微博都看了，每一条都在贬低我、嫌弃我。他还记录了自己的出轨日期，我对上他和我的微信聊天。他第一次和自己秘书滚床单的那天，是女儿满月那天，他和我说他晚一点才回来。他的秘书不让他和我睡在一起，他当天提出和我分房睡，美其名曰是不想打扰我和女儿的母女时光。我冷静地将这些微博一帧帧截图，给做律师的闺蜜发了一句：“帮我整理一份离婚协议。”闺蜜立刻秒回了我一个问号。我发了一张截图给她，她10多分钟没有回复我，然后回我：“宝，我会让他净身出户的。”我和闺蜜一夜没睡，她7点钟就到了我家门口，将她熬夜理出来的离婚协议递给我。婆婆正好带着女儿走出来，我想给老人缓冲的时间，让闺蜜带着婆婆和女儿去我家，给我爸妈打了一个电话。婆婆走前看着我欲言又止，但还是带着女儿离开。我回到卫生间里，看着长胖40斤的自己。曾经我也是爱美的女孩，但现在的我
脸比之前大了很多，腰间的肉看上去像2个游泳圈。后悔吗？我的脑海中出现女儿的脸。我并不后悔。我胖是因为我要生女儿，我也不会认为我胖是因为给她生孩子。女儿不仅是她的，也是我的。我胖我还能减肥，但陈子期，她千不该万不该背叛她许下的诺言。遇上渣男是我眼瞎我认，所以我会及时抽身，及时结束这段感情。我用冰水洗脸，让自己清醒过来。8点，陈子期起床了，他照例准备来客厅看女儿，却只看到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。我看到他眼底的嫌弃一闪而过，原来这么明显，我之前都没有看到过。他还是开口问我：“老婆，女儿和妈呢？”我没有回答他，而是直视他的眼睛：“老公，你有没有对不起我？”他脸上瞬间不耐烦，声音不悦：“你怎么也开始疑神疑鬼的了？我对你不好吗？”我没有回他，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语气不对，立刻安慰我：“老婆，你别想多，我就是有点起床气。妈是不是带女儿去买早餐了？我先去洗漱。”陈子期，在他转身时，我叫了他的名字。他看着我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我们离婚吧。”我平淡地开口。从发现他埋怨嫌恶我，到我开口说离婚，中间过去了5个小时。在这期间，我也想过要不要忍下去，只要假装没看到，好好减肥打扮自己，他迟早会回到我身边的。但我的大脑在告诉我，不可能的，有了第1次，一定会有无数次。我没有任何问题，生孩子前的我是我，生孩子后的我是我，未来我减肥成功后我依然是我。陈子期厌恶的是我，而不是什么时候的我，我没有必要忍气吞声。陈子期的脸上不耐：“你又想干嘛？让你一天少刷手机，是不是看到网上那些矫情女人的视频？”我没有说话，将他的微博主页打开，放在他的眼前。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一瞬间的惊慌，随即是释然。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叹了一口气：“行了，纪瑶，哪个男人不偷吃？况且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我保证不会和你离婚，也会一直对女儿好。只要你减肥瘦下来，我就和他断了。”他像是恩赐一般的口气对我说：“行了吧？”我突然为自己离婚的决定感到庆幸，还好我没有否定我自己，还好没有为了这样的男人否定自己。我的眼神无比冷漠，我看着他一字一句道：“陈子期，我不想再说第3遍了，离婚。”陈子期冷笑，靠在沙上：“纪瑶，你要不要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？你和我离婚了，你以为你还能找到我这样的男人吗？我承认我是出轨了，但那又怎样？我最后还不是会回归家庭的。我搞不懂你在闹什么。”看着面前和我恋爱10年的人，感觉这10年的回忆就像一坨屎，不断恶心我。我猛地跑到卫生间呕吐。太恶心！我怎么和这样的人生活了这么多年？我收拾好自己走出来时，陈子期已经换好衣服准备走了。见我出来，他准备直接开门。我开口：“陈子期，要是你不签的话，那就法庭上见。”他转头看着我：“纪瑶，这是你自找的，想离婚可以，路路归我，你净身出户。”他打开门轻笑，像是在挑衅：“要是你不答应的话，那咱俩就这样一直耗着吧，反正只要我不同意，这婚就离不成。”砰！他走了。此时的我无比冷静，我不想被任何人拿捏，
既然陈子期不想体面的离婚，那就大家都撕破脸皮吧。10年的时间像是一场笑话，走到最后居然好聚好散都做不到。我会拿到属于我的东西，女儿是我的，财产也是我的。我打开陈子期微博的主页，发现他已经删除了很多，但我还是找到他那个新来秘书的微博。女生在恋爱中总是被蒙蔽双眼，这个女孩的微博记录了他们的点点滴滴。她还说愿意一辈子陪在他的身边。半小时之前的我，可能还会因为女孩的微博回忆我和陈子期的过去，然后难过。而现在的我，只会庆幸地认为，这些都是我扳倒陈子期的证据。收拾好后，我开车回家了。我和陈子期离婚，不仅是我和他之间的事，也是我们两家的事，双方父母有权知道离婚的原因。刚到家门口，就听到屋内老人们逗小孩的笑声。我开门进去，让闺蜜把露露带进房间里去。3个老人见我严肃的样子，也紧张起来。怎么了，瑶瑶？在我说完所有的事后，我妈心疼得直掉眼泪。我爸生气地说要去打陈子期一顿。只有陈母，她手指颤抖地划看着我截下来的图。我拉住我爸，爸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想和陈子期离婚，但他现在说要我净身出户，还要我让出露露的抚养权。他放屁！我爸还没说话，陈母猛拍桌子站起来。他走到平方我面前，握住我的手，和我道歉：瑶瑶，对不起。我以为他和他爸不一样的，他们骨子里都是一样的人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走我的路。陈子期那边，我会去搞定。你安心带着露露在你爸妈这里。说完，转身离开了我家。是的，陈父当年也是出轨了，并且小3的孩子只比陈子期小了2个月。陈父用陈子期威胁陈母净身出户。陈母的动作很快，下午4点，陈子期的东西已经被他全部丢了出来。他还把门锁换了，换了的第一时间便让我去将指纹录下来。瑶瑶，你不用担心，这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，等你和他离婚了，我就带你去把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。老太太一边摘菜，头也不抬地说着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知道他其实很难过的，他肯定也很难接受自己的儿子变成现在的样子。晚上9点，陈子期回家准备开门，却发现家里的密码锁换了，一时间还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，抬头看向门牌号，确定就是自己家的。又试了好几次，但都是密码错误。陈子期气急败坏地打电话给我，此时我正在和闺蜜商量着怎么让陈子期净身出户。看着她的来电，我果断挂断，陈子期直接微信轰炸：迟瑶，谁给你的权利换门锁的？这是我家，是我妈的房子，你有什么权利？别逼我，赶紧给我开门！迟瑶，不要装看不见，非要弄得这么难看吗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样的人？当初真是我眼瞎，看上你这样的人。紧接着就是一些不堪入目的辱骂，无非就是不断抨击我现在的体重和外貌。已经心灰意冷的我根本不在乎，我直接截图发给了陈母。很快，陈子期就安静下来。但警察找上门来了。迟女士，陈先生举报你非法入侵他人住宅，请你出来开一下门。接到警察电话的时候，我愣了一瞬，立马出门。陈母听到动静，也抱着露露走了出来，开门和警察
大眼瞪小眼。我们和警察都还没说话，陈子期直接指着我大喊：警察！我现在怀疑他骗我妈，让我妈把我家的门锁换了。他就是个骗子，他肯定是觊觎我家的财产，说不定还骗我结婚，现在和我生下小孩就想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陈母一巴掌把脸扇到一边。警察和陈子期都被吓到。警察干什么？当着警察的面打人？我是他妈，我怎么不能打他？陈母气得大喘气。我连忙过去抱着刚刚睡醒的女儿。陈母接着说：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换的锁，我想给谁住就给谁住。陈子期捂着被打的脸，恶狠狠地看着我。迟瑶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你是不是和我妈说了什么？你还有脸怪瑶瑶？你自己在外边干了什么丑事？你还有脸回这个家？陈母气得朝他大吼：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我的东西都是留给瑶瑶和露露的。听到这里，警察也听出了其中的原因，简单的调解了一下，说家务事让家里人自己处理后，便离开了。陈子期，这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你一天不和瑶瑶和平离婚，这个家就一天容不下你。你和瑶瑶离婚后，这套房子你也只有3个月的居住权，3个月后你就必须离开。这个家，我是留给瑶瑶和我的孙女的。陈子愣了一瞬，在他的公文包里找出一张纸，递到陈母面前。妈，迟瑶生的是个丫头片子，我外面的怀上了一个男孩，能给我们家传宗接代。你的房子应该给你的孙子，不是给赔钱货。陈母把递过来的纸撕掉粉碎，失望透顶道：陈子期，你姓陈，我姓杨，你的孩子传的不是我的宗。陈子期脸色难看，看着陈母，难怪我爸当年不要你，方姨不知道比你好多少倍。他收拾了被陈母丢出来的东西，转头看向我：迟瑶，别以为我妈站在你那边你就赢了，我不会让你如意的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：陈子期，我最后悔的事就是遇上你，和你在一起。陈子期气急败坏，提着东西离开。露露很乖，睁着大眼睛到处看。陈母落寞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我本想上前安慰她，她却转身看向我，脸上没有任何伤心，安慰我：瑶瑶，别担心，到时候闹到法院上了，我出庭作证。一瞬间，原本在喉咙里的安慰的话全部消失不见。我想陈母根本不需要我的安慰，她早已经练就自己的内心，在她决定支持我时，她就已经做好面对这种情况的心态了。第二天，我接到了陈子期后妈的电话。你好，我接起电话，对面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女生，是迟瑶吗？你好，我是子期的小妈，你现在方便出来聊一聊吗？这个女人我从来没有见过，但在和陈子期大学恋爱的时候，听她说起过。那时候的她满脸愤怒地和我说起，这个女人是怎么抢走她的爸爸，又是怎么到陈母的单位上闹，导致陈母辞职。即使后来陈子期不再提起她，陈母也从未提起这个人，但由于我本身对小三的厌恶程度之高，我没有办法和她好好说话。你是她小妈，又不是我小妈，我有时间，但不想和你聊。你有什么话，直接在电话里说。对面可能也没想到我拒绝的这么快，停顿了几秒。我不耐烦道：不说我挂了，浪费时间。等等，等等，对面喊着。我没有直接挂断电话，
我也想知道他们 two 到底要干什么。是这样的，我呢是一名律师，处理过的离婚案件没有几千件，也有几百件，经过我的手就没有达不到我当事人的意愿过。哦，你这样牛逼，你咋不上天呢？我直接回怼。他轻笑了一下，接着说：现在我会接手你和子期的离婚案件，如果你现在愿意和我们协谈，你可以带走你的女儿，但你得净身出户，并且主动放弃陈子期母亲的东西，否则……我冷笑一声，呵，不愧是父子俩，怎么想出来的方法是一样的？想让我净身出户？我不会同意的，你这么厉害，你帮他吧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还将电话号码直接拉黑。妈的，最烦装逼的人。闺蜜帮我理好资料，直接提交给了法院。陈子期也没再和我联系过，应该是忙着照顾他的小情人和他肚子里的传家祖宗吧。本想平静地等待法院的开庭通知时，却再次接到了警局和医院的电话。我爸和陈子期打了起来，我妈被陈子期的小三推倒在地上进了医院。陈母听说后，让我直接去警局，医院那边他去，我和他分头行动。一到警局，就看到我爸抱着手站在一旁，陈子期脸上全是巴掌印，身上全是脚印。我爸年轻的时候练过拳击，一直当着爱好，和常年不运动坐办公室的陈子期打架，肯定是占上风的。警察见我来，起身和我说明情况。在听说两人的关系后，说这是家庭纠纷，让我们自己解决。陈子期本来有些不服气，但看着我爸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也没有提出异议。我带着我爸走出去，陈子期看着我，想要说些什么，我和我爸直接掠过他到车边，一刻也没停地开车走人。在车上问了我爸后，才知道事情的发生经过。陈子期的小三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爸妈住的小区，挺着他还没有显怀的肚子到了我家小区楼下，见一个人就拉着一个人说：“你知道池瑶家在哪吗？我怀了池瑶老公的孩子，但池瑶现在不仅不离婚，还想转移他们的所有财产。我就想问问他们，把钱都拿走了，我和孩子怎么办？”我家的小区是老小区，街坊邻居都认识，即使大家都知道错的人是小三和陈子期，但依然有很多人站在一旁看笑话。当然也有不少人打电话告诉我妈，我爸妈还在超市，就连忙往家走。刚到楼下就看到正拉着人到处说的小三，我妈上前就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你这小三贱人，你还有脸来我家楼下？你这个不要脸的！”小三看到我爸妈面红耳赤的样子，挺了挺自己的肚子：“怎么？你们想打我？来呀，反正我怀着孕，有本事你们就来呀！”爸妈都是教书的人，哪里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？但刻在骨子里的教养让他们克制。但陈子期却出现了，我爸本来就想打他，此刻看着他站在小三的面前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上前薅住他的头发就开打。我妈也在一旁踹，小三一把将我妈推开，我妈没站稳，直直地摔在地上。我爸还在副驾驶上大骂渣男贱女，我的脸色却冷得可怕。爸妈都是大学教授，做了一辈子教书育人的工作，桃李满天下，却被陈子期和小三欺负到了家门口，让两位老人的脸面尽毁。本想着即使撕破，也只是我和陈子期之间的事，但现在人已经欺负到了我爸妈的头上了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俩。
既然不要脸的跑到我家门口大闹，那就让他们的脸丢得更加彻底。我所在的公司老板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女性，她从来不会压榨我们，更是给了我们高出其他公司的工资，也是时时刻刻关心我们。恰好公司和陈子期所在的公司有一项合作，我打了个电话给他，和他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他沉默了一会，开口问我：“你还好吗？”从发现陈子期出轨到后来的这些事，我都没有掉一滴眼泪。在听到他的问候时，我的眼泪像是水龙头一样哗哗往下流。他也听到了我的哽咽声，毫不犹豫地和我说：“别担心，我会处理的。”2天后，我再次接到了陈子期的电话，但我直接将电话挂断了，因为现在的我正在去小三老家的路上。陈子期的电话打不到我这里，就开始打陈母的电话。陈母接起电话，就听到了陈子期的声音：“妈，你知道迟瑶做了什么吗？你是不是知道？”他在电话那头咆哮。陈母表情淡定：“不是你们先到瑶瑶爸妈的小区闹事的吗？现在知道丢脸了。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他老板当着我们公司所有人的面说我出轨我的秘书，小茹肚里还怀着你的孙子呢，就被人指指点点。”陈母嘴角上扬，知道出轨和当小三丢人了，早去干嘛了？陈子期在电话那头深呼吸：“你让迟瑶接电话，我不想和你说。你想和我说什么？”我眼睛看着前面的路。迟瑶，你现在马上立刻到我们公司和小茹道歉，和我们公司的人解释我和你早就已经离婚了。陈子期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我早就说过离婚，是你不愿意和我分财产，是你先威胁我的，是你的小三上门找我爸妈的，想要我澄清，下辈子吧。陈子期气得说不出话。我继续说：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的小情人家里是在小镇上的吧？他爸妈还是比较体面的人，要是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大城市给人当小三，不知道要发生什么。迟瑶，你别太过分。”陈母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瑶瑶专心开车。到了小三家的小区门口，我和陈母请的人也到了小区门口。和我们对接了以后，一群大爷大妈们将准备好的粉红色的横幅拉开，李家女儿李如深爱我夫，作为正妻前来内妾。旁边还有一个大的显示屏，不断播放着2人的聊天记录。几分钟后，小区门口就围上一大圈人。一对穿着朴素的中年男女赶过来，看到后脸色惨白，李母情绪有些失控，指着我大喊：“你做什么？我女儿才不是小三！”李父则是看着屏幕滚动的聊天记录皱眉，上前拉住准备打我的李母。他拉着李母朝我鞠躬：“抱歉，是我没有管教好女儿，我会好好处理的。希望你不要在小区门口播放。”看着他卑微的样子，我有一瞬间的心软，但脑海中却是我妈躺在病床上的样子。我站起身，将我妈的照片放在她面前，平视着他们：“这是我妈，被你女儿推倒的，现在还在医院。我和陈子期现在还在离婚冷静期，你女儿就迫不及待来我家人面前犯贱。要怪就只能怪你女儿，怪你们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女儿，让她去做小三。你们最好是管好你们的女儿，再有下一次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她。”李母气得差点晕倒，看着周围指指点点的邻居，脸色惨白的李父和摇摇欲坠的李母，转身带着队伍离开。车还没开出小镇，李如的电话已经打了过来。
想要听听他气急败坏的声音，我选择接起了电话。纪瑶，你这个贱人，谁允许你闹到我家里去的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是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我大吼打断他。例如，你最好给我安分守己到我和陈子期离婚。如果再让我知道你骚扰我的家人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开车到小区门口，就看到了陈子期站在那里，见到我的车后，连忙上前。我没打算停下来，他直接站到了车前。纪瑶，我们谈谈。我看着他没说话，他继续说，我会签离婚协议的，我净身出户，露露的抚养权也归你，行了吧？你别再去小茹家里了，她已经怀孕了，不能动胎气。就算是看在我们在一起的10年的份上，放过我。妈的医药费都由我来出，我代小茹和你们说对不起，婚内出轨都是我的错，我净身出户是应该的，以后露露的抚养费，我一定会按时给你。车灯照在陈子期身上，恍惚间，我好像看到了当年说过要一直保护我的那个男孩一样。时间真的会彻彻底底改变一个人吗？不，并不是的，时间只会慢慢打磨每一个人，让他变成他原本的样子。我的目的就是要露露的抚养权，还有让他净身出户。现在目的达到了，我也不想和他继续纠缠下去。冷静期过后，我和陈子期正式离婚了。走出民政局时，他叫住了我，纪瑶，对不起。我转头看向他，摇头，你对不起的人不是我，是10年前许下承诺的你。离开你，我只会过得越来越好，而你一定会为你的错误买单。记得按时交抚养费。说完，我直接离开，我还要赶回家。露露现在4个月了，每天都很黏我，现在已经2个小时没看到我了，肯定很想我。回到家里，我爸正在逗露露，我妈和陈母在厨房忙活。是的，陈母选择和我住在一起。在我和陈子期签离婚协议那天，陈母站在一旁，像是个不知所措的孩子。她好几次看着我欲言又止。在我们签完字后，陈子期起身准备离开，看到了站在一旁的他，他阴阳怪气。怎么样？现在我和他离婚了，以后我和我爸住，你以后只能是一个人了。如果你现在和我认错的话，我还是愿意养你的。陈母在知道陈子期出轨后，一直在我身后默默地支持我。我也从一开始就想好了，即使和陈子期离婚了，我也是要带着陈母离开的。我站在陈母面前，和陈子期对视，妈的事不用你管，以后我养他。陈子期一脸嘲笑地看了我一眼，帮别人养妈，你还真是个大善人。这不关你的事，请你现在离开我家。我没有理会他的话，直接开口赶人。陈子期也没有停留。我拉起了陈母的手，郑重其事道：妈，你别担心，我刚刚说的话都是真的。你是露露的奶奶，也是我妈。她有些支支吾吾，瑶瑶，我会不会打扰你？怎么会？我连忙安慰她，我爸妈现在都还没有退休，我的产假也要结束了，露露还得你来照顾呢，外边的人我也不放心。听到说要她照顾露露，她的神情放松了下来，拉住我的手，瑶瑶，谢谢你。妈，是我该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站在我身边。露露5个月的时候，我重返职场。这1个月里，有了2个妈妈帮助照顾露露，我也开始了减肥。我爸每天都给我做减脂餐，加上每天4小时的锻炼，
1个月的时间我就瘦了20斤。虽然还没有恢复到生孩子之前的体重，但我整个人看上去瘦了很多。回去上班的当天，老板给我举办了一个欢迎会，大家多少都知道了我的事，但没有一个人问我。每一个人看到我，都会和我说：“纪瑶，欢迎回来。”或许是工作起来后，我的作息开始正常，我瘦得越来越快，不久后身材就已经完全恢复。露露也在3位老人的悉心陪伴下成长。转眼3个月过去了，因为家里不用担心，我在职场上越发得意，不久后便升到了总经理的位置。再次听到陈子期的消息，就是在和他原来所在的公司谈合作时，听到他同事的八卦。原来当初公司并没有直接开除陈子期，因为那件事对公司还是有不小影响，所以让他降职。但陈子期却直接提出了离职，原因是他要回家继承家产。陈父有一个小型工厂，虽然比不上大公司，但收益还算不错，所以陈子期说要回家继承家产。陈子期和李如每天都过得很好，但没想到的是，陈子期和李如出了车祸。陈子期以后不会再有孩子了，李如也流产了，因为月份有些大了，送到医院时难产。最后李如就回来一条命，但孩子憋死了，李如的子宫也受损，不会再有孩子了。够狗血的是，陈子期的后妈在自己51岁这年怀孕了，两人一直没有怀上孩子，现在老来得子，陈子期的父亲决定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都留给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儿子。陈子期的后母也露出了自己尖酸刻薄的样子。据说家里闹得鸡飞狗跳的，陈父认为刚刚失去生育能力的两人会影响到自己的老婆孩子，索性直接将两人赶了出来。听着八卦时，我感觉一阵恍惚。这个曾经陪在我身边的人，现在居然过成这样，听着他所遭遇的一切，仿佛在听一个陌生人的故事。原本以为不会再见到陈子期了，但露露生日这天，他还是出现在了我家门口。我就是想孩子了。陈子期有些急促地站在门口，他有些狼狈，眼眶里全是红血丝，在看到我时，眼睛还是亮了一下。即使他现在看上去很可怜，但我还是没有答应让他见孩子，只是给他看了几张孩子的照片。他看着手机里露露的视频，温柔道：“长得真好看，很像你。”我没接他的话，开口：“好了吧，我爸妈在等我吃饭呢，我先走了。”陈子期看着我，眼神是我看不懂的情绪。瑶瑶，要是当时我没有一时糊涂，我们现在是不是会很幸福？我有些无语。陈子期，你知道的，没有如果。回到家里，露露蹒跚学步地向我走来，我抱起她，猛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。晚上刚刚给露露吹完蜡烛，陈母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。陈子期杀人，杀死了陈父和他后妈。警察在陈子期的出租屋里也找到了已经死了很多天的李如的尸体。我吓得浑身出冷汗，不敢想，要是今天我答应他了怎么办？最后，警察在我家附近抓到了陈子期。据说抓到他时，他手里还拿着一把刀。陈子期被判死刑时，说想要再见我一面，即使警察说让我尽量去和他见一面，但我还是拒绝了。我清楚地知道，陈子期当时是想拉着我们一起陪他死。我的女儿才1岁，我不能再去见这个差一点给他带来危险的人。陈子期死了，
陈母难过了好几天，最后她红肿着眼睛告诉我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她哭。她还给我寄来一封信，内容是什么我并不知道。在看到寄信人时，我就直接将信给撕碎了。无论他在信里是对我的忏悔，还是埋怨，我都不想看到。就像我从前说的那样，离开他以后，我会过得越来越好。我不会再想起他，哪怕是关于他的消息，我都不想出现我身边。毕竟，我不会后悔，现在的我很幸福，未来也是。